那高金素梅今天很惊讶被搜索，先搜她住家，再去搜索立法院的国会办公室。哦，那所以呢，到底怎么回事？哦，一早就各种传言都有。最早是罗志祥在他脸书上说是高金素梅，下个是谁？哦，为什么会被搜？哦，那另外呢，说检调搜索30个地方，当然包括一些议员啊，不是只有他了哈。约谈了18个人到案，哦，好像有3个议员啊。那说这个涉诈领助理费，还有呢这个什么原住民啊什么协会的补助，还有医财法啊。好，我们一个看哈。所以医财法这个我不懂，说是 COVID-19 那个时候，那几年呐，2、3年以前，说他有把大陆这个捐一些什么快筛或是什么疫苗，我不懂了。反正那时候很多人也跟我讲说，哎，有这个你要不要？我都谢谢。但是可能有些人需要，那时候台湾也没有疫苗，也不够啊，台湾快筛也不够啊，口罩都不够啊，所以有东西来，有些地方可能就觉得说有也比没有好嘛，最多没效哦。那有些议员就被传了，为了这个才被传，所以你怎么用大陆的医材啊等等啊，没有经过我们的这个检验啊等等，说这个啊。那我觉得这个不太有合理，而且2、3年以前的事，你现在来扯这东西哈。那另外呢，这个协会补助款，那到底情况怎么样？不知道啊。诈领助理费啊，到底助理费是怎么样？哦，立法院是3读通过，有稍微放宽，但是问题是行政院长可能不附属啊，他们现在的招就是不附属啊，不公告啊，那你法律不能通过啊。那另外呢，比较惊讶的说，国安局都出现了，说调查局还去指挥国安站的主任叫杨任之。哦，检察官叫这个曾阳岭，怎么连国安单位都出动了，就很奇怪哦，到底怎么回事？哦，那另外呢，这个又说有没有中国资金有关？哦，因为所以才出动国安嘛。但是检察官发的新闻稿又说没有提到中国资金啊，又没有啊，也很奇怪，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那另外呢，这边也讲说中国制的快筛试剂来源要查哪里来的，那这不讲好就是中国福建那边产的嘛？哦。那另外呢，这个因为现在我们的宪法规定哈，立法委员除非现行犯在会期中不能逮捕，要立法院通过，要逮捕的话，基本上都要立法院要通过的哈。那所以呢，利用这个时间啊，这个赶快去搜索啊等等哈。那但是不能声押，不能逮捕，要声押逮捕要立法院同意啊。那到底情况发展会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遭到搜索，由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岭带队，和穿着灰色外套的调查局国安站主任杨任之一起。2个人从住家搜索之后，接着到立法院青岛2馆的办公室。请问是违反渗透法的部分吗？是接到来自国安局这边的情资吗？搜索行动从一早6点开始，检调人员先从高金素梅位在阳明山的住处，大约快9点时才离开。到底为了什么案件？北检在过年前大动作搜索立法委员高金素梅，在2001年投入立委选战，当选之后连任7届山地原住民立委。传出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用，利用人头助理，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中的利用职务诈财物罪。不过，检调人员疑似也有接获国安情资，指出高金素梅参选立委时，有中国大陆的资金在里头，可能触犯反渗透法。没有人不爱这块土地，但是呢，现在有着人打着反渗透的旗号，实际上是在遏阻两岸正常和平交流。而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只要到对岸交流，就被一路追杀到司法程序。日前质询时，高金素梅才针对反渗透法的部分提出疑问，没有想到马上遭到调查。高金素梅从住家被带离开后，人送到国安站，检调人员也将她的电脑硬碟、私人手机查扣带回。这次高金素梅案由主任检察官曾阳岭主办，他上次才负责北车张文随机攻击案，更参与过台版柬埔寨诈骗致死。这次再亮相，也引发外界讨论。那边讲到底怎么回事？目前来讲，我如果以党团干部的身份，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民主法治的国家，一切事情以无罪推论的态度来去办案，也就是说，在证明任何人有罪之前，所有人都是无罪的。而高金委员
已经在立法院，我刚算了一下，已经在立法院24年了。他是资深优秀的委员，所以我们相信他的清白。我个人是跟高金委员，我们也常常在接触。我个人相信他的职业素养跟操守。那我个人认为他是清白的。但是当然，我们还是要让司法来去查明这一切。我们不做任何预设立场。不过我期待司法在这上面以无罪推论来去做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而老实说，如果只是单纯是素梅姐的话，我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如果扯到助理的话，其实复杂度就高了很多。因为不是只有素梅姐曾经因为助理遇到一些奇怪的状况，那有其他的委员们，像助理不小心遇到什么状况，不小心收了什么钱，那可能来路不明，或者有其他的原因，所以因此委员们去遇到这些状况。这样的状况也是有的。那我们这一届就发生过，我知道2到3次。所以说，我会认为是一切的事情在案情还没有明朗之前，在证据还没有确凿之前，我们就先这样子特地去讲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只是对素梅姐的一个不公允，也是对整个案情的一个某个程度上的这个带风向跟破坏。我觉得这样不太好。但是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相信高金素梅的清白。阿神。我今天听到高金素梅被家里在阳明山的家里被搜索这个消息以后，我觉得很讶异因为在说有一个协会的补助款，还有医财的问题浮上台面之前，我们听到的就是助理费。那高金的资历在众多委员里头，他是非常资深的他做多久了？20几年以上，24年了。对不对？那是非常非常久、非常资深。那助理费发生问题的立委，这个也已经传闻很多年了。有人甚至被关又出来了，对不对？有的人都关完了。所以，如果高金的助理费有问题的话，他不会这2年才动心起念要贪这个钱吗？对不对？他做了24年，难道以前都不缺钱现在缺钱就动脑筋到助理费？所以这应该是很多年，他如果有的话，很多人都有。为什么等到今天才动手？这个我觉得在道理上比较讲不通。那我也因为那个罗志祥跟高金大概感情也不错，所以要第一个发难啦。那我觉得同事之间，尤其有交情的，或者是在派系或在理念上同一条船的，当然更有替他这个辩护或是发难的义务，这个我们也不能怪他。但是像我们这个旁人，我们不晓内情，现在既然检调动了，而且检调动的这个单位还非比寻常，比平时去查助理费的要来的高阶，要来的就是好像有国安案件涉入的那个味道，所以这个就又有一点更加不一样了。所以总结一句，就是说，像我们这种人，自然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我比较不会说这个就是这个政治追杀，我没有道理这样讲，但是我也不能去说相反，说这个是就是本来就是掩护了这么多久现在才自发，这也另外有别的原因，我不懂，所以我讲了一大堆，就当做我没讲。好不好？我们的宪法中庸条文第4条第8项这样规定的立法委员除现行犯外，在会期当中非经立法院许可，不得逮捕或拘禁，含羁押。如果在休会期间，检调机关申请羁押立委，无需经过立法院同意即可执行。若立委在休会期间被羁押，当新会期开始时，法院仍需征询立法院许可，才能继续羁押。那因为立法院在2月1号，立法院开始报到了那所以呢，这个现在就算在会期里面，所以他只是被搜索，如果要声押或是要逮捕他，要经过立法院的许可那当然，前阵子立法院是开到1月底，大家就好奇为什么要开那么久呢？2月1号就报道了，据说是有些委员担心在这个会期中不在会期中，会跟会中间被逮捕会被羁押，所以把它开到底，担心民进党这个用各种理由来声押他们。需要再回来。高金素梅今天被搜索
立法院长韩国瑜说重话啊，说检调应该保有高贵的灵魂，不要当政治的打手哦。罗智强说这叫做民主的寒冬哦。赖政权正在搜索高金素梅，民主寒冬来临，下一个又是谁？一大早罗智强是第一个发消息，我们才看到说啊，高金被搜索啊，住处办公室都被搜索。党团说要相信高金素梅清白，不要政治性办案啊，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啊。那佩强刚刚有讲了，王宏伟也说要勿枉勿纵，不要任何政治性的办案，因为大家一办到政治中都想说跟政治的有没有关系啊？哦，那黄国昌说司法不应该成为打压异己的工具啊。连我记得民进党王世坚都说哦，他相信这个高金素梅应该不会做这些事情啊，等等，相信他的正直了哈。我们看一下。千万不要有任何的这种政治性的这样办案，高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国民党立委王宏威大力声援喊话检调，因为立委高金素梅遭搜索，即便是无党籍的他，仍是蓝营的好战友。国民党党团相信所谓的无罪推论，也就是在证明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清白的。国民党团相信清白，因为高金素梅青岛2馆的国会办公室在早上9点25分助理开门，5分钟后检调大阵仗抵达。2辆车6名检调人员快步走上楼进行搜索，立法院也发声明，基于侦查不公开，对案情并无所悉。呼吁检调单位在执行公权力的同时，也要保有高贵的灵魂，千万不要当政治的打手。至于整体事件会曝光，是因为罗智强在脸书发文，赖政权正在搜索高金素梅，民主寒冬来临，下一个又是谁？司法应该是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应该成为执政者打压异己的工具。至于曾经与高金素梅传出绯闻的前内政部长李鸿源，被问到时表情尴尬。对不起，我们很久没有。会不会觉得就是讲的司法这一仗好像现在都传闻？一边低调，另一头高调开呛。国民党对高金素梅态度很不同。凤琴，我跟高金素梅认识超过20年了，我们作为好朋友也已经超过了20年。我其实不太愿意为政治人物背书，但我真的要说，高金素梅这一次其实让我既愤怒，然后呢又非常的难过。我先说一下她2002年8900票当选。到最后，他可以拿到5万票，席卷整个的原住民，其实是有他极为认真的地方。我看着他在周末的时候，到各个山区，你要知道，那全台湾从屏东，然后一直到乌来，这么多的山区，他一个一个去，然后跟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立这个法，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要去跟族人去说明这些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说他大领助领费，我100个不相信，因为我去过他办公室，我看过他的助理，他跟他的助理之间是有一段故事的。他当初当然是因为艺人的关系，所以呢大家认识他，然后投票给他，他其实只是靠着曝光度，可是他没有什么问政的能力，他自己承认。所以他去听很多的原住民那些原乡工作者，要去争取原住民权益的人，去听他们演讲。然后呢，当他现在的办公室主任他们在演讲的时候，他在旁边听，觉得他们讲的太好了，他就要替族人做这些事。他们讲，希望跟他们学习。他的那些助理，现在的助理，当时都是看不起他的，觉得你不过就是一个演艺人员，你真的能够懂这些吗？他不断的拜托，不断的虚心请教，后来他们被高金素梅的诚意感动，20多年来跟随着他上山去每一个这样子的部落，我不相信他在助理费上面有问题。那当然，后面至于医材，刚刚赵先生说了，如果是为了说帮族人争取快筛剂，结果要被办，那我觉得他真的，我讲，因为这一次没有他的选举，可是他的很多的团队这一次都要选议员，我觉得真的是要打压的是他的议员，而且是屏东、台东跟花莲。台东跟花莲，我当然会觉得说，我立刻联想的是政治，因为民进党已经提名了花莲是古拉，然后呢，在台东是陈颖，都是原住民的女性。那么其实他们确实很怕高金素梅在原住民的那个号召力，我觉得对他出手，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都扮有很重要的角色。我再讲一个，其实这不是第一次高金素梅被司法所针对。
2007年底，他第3次寻求连任，就是他的第2次寻求连任，他的第3次选举。其实那时候是他非常艰困的时候。结果那时候司法单位是怎么办他的？是说呢，因为他转交了人民陈情案，20多人，这20多人希望能够担任水利署的巡河员，因为他们没有工作，中低收入户，其实是符合资格的。他就把这个陈情案转交给经济部水利署，22个人有20个人录取了，然后呢，他们就办他贿选，就这样子办他贿选，一直到他再以2万票高票当选了之后，然后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对于检警在这种检调在选前的时候这一类的出手，我必须要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愤怒，而且非常的不舍。不过我最后要问，这一次调查局刻意的派出国安站的主任，而且在镜头上面，他在他的住处前面出现一次，在他的办公室前面再出现一次，告诉大家这跟国安有关。但是台北地检署告诉我们的案子说，跟助理费有关，跟协会补助款有关，跟依财法有关，请问哪一个跟国安的相关的案件有关？哪一个有关？我在这边大胆的说，如果他是为了先压人再去办国安案件，那我认为这件事情政治办案的味道就更加浓厚了。那我看，因为刚刚副姐在讲哈，导播如果那个画面可以再放一下，画面的这个右手边那就是国安站的主任，我还第一次看到。观众朋友，现在目前立法院哈这个会期就有好几位的立委因为助理费案被调查，或者是有相关的动作，林怡瑾、林岱樺，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这个之前这个台中的这个严宽恒等等，这是第5个。所以刚刚前面在讲助理费，我就觉得这是助理费吗？助理费怎么会是国安站呢？你看到画面走进来哈，在右手边那是国安站主任，左边是台北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哈。好，那因为兹事体大，现任的立法委员在会期期间居然被住处跟立法院办公室都被搜索，而且法官还开出了搜索票，那到底怎么回事？台北地检署也必须跟社会说明。观众朋友，你看台北地检署的新闻稿在这里哈，他第一点其实就是以往没有看到的，为什么？他说这件案子呢是根据调查局的国家安全维护工作站，就叫国安站，报请本署派检察官指挥办案，所以并不是北检要办这个案子，而是国安站跑去跟北检报告说，报告北检，我们现在目前有掌握不法了。那哪3个案子呢？第一个叫做诈领助理费，刚刚前面有讲，这个东西需要出到国安站吗？这是国安站的这个业务范围吗？不是哦。国安站是做什么？国安站是专门办共谍，或者是我们台湾被中共渗透以后组织犯罪的。那后面第2个叫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跟第3个诈领某协会的补助款。前面有讲了，因为现在目前是这个会期期间，韩国瑜院长也表态，他说不可以让司法变成是，那所以我觉得你就算申请要羁押高金素梅委员，我想立法院长可能不会同意。那今天把它夺过来，刚刚这个凤姐在讲，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叫做月秋女啊，这个是现在目前屏东的县议员，可是他本来是高金素梅的助理。他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在选议员的时候还曾经被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就去控告举发说，他有贿选什么？他送快筛跟口罩，所以就回推到2022年的时候呢，高金素梅委员曾经因为那时候疫情严重嘛，他有去募集了7万多个快筛跟6万多个这个比较高档的口罩 N95 的口罩。可是你募了这个以后，你发送给地方需要的这些原住民朋友跟他的选民，这就违反医疗这个器材管理法是哪一条？我想后续会知道了。第3，那国安站就很明白了嘛，这过程当中有中资，或者是说有共谍渗入，或者是有组织犯罪吗？以北检的新闻稿来看，他并没有直指说这个东西跟涉犯共谍或匪谍有关。但是因为发起的，他第一点告诉你，因为一般北检新闻稿不会这样写，北检新闻稿第一点告诉你，这不是我们的案哦，这是这个国安站叫我们派检察官去的，所以我们也派了主任检察官。所以啦，很简单，这个事情我觉得助理费可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发放快筛跟口罩过程当中有没有中资？那如果有的话，这算违反国安法或是反渗透法吗？那如果只是单纯的发给需要的民众的话，那应该要怎么判别这样子的行为？当时其实到全世界去找口罩跟快筛的很多，对啊。那如果说有拿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口罩跟快筛就属违法，而且就要这样调查的话，那可能后续会牵涉到人会很多。因为这事情发生那么久了，柯文哲现在几年了
对不对？已经30年，34年，对，34年还在搞这个东西，这样就很奇怪啊。如果真是这个，现在情况不明了。如果真是为了什么口罩、快筛，你那时候国内又不够嘛，国内不够，你还不准从外面这个引进吗？就算别人要送你又怎样呢？不能送吗？这个有什么伟大的罪呢？如果只是为了这个，就很奇怪嘛。来，嘉宇。当然，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在立法院青岛2馆的办公室在高金素梅的旁边，那也常看他们办公室确实进出出很多人。那高金素梅其实小时候看她演戏到现在，她真的保持得非常好。那再说她问政，其实蛮多人是觉得她问政的口才各方面是表现也不错。但是现在就是说，她涉及的案件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最近新闻所报道的，不管是国安法、医财法，或者是助理费，感觉是层面非常的广。那在这么广的情况之下，搜索他家跟办公室，可见的检调其实是有备而来的哦，可能多项罪名一起来，然后证据也收集的差不多，才会再一次的出动。所以刚刚讲是不是跟当初的这个疫情期间发放中国快筛有关？因为今天有人报说，当时不只是高金素梅还有其他的国民党的立委也有发放中国制的快筛等等。那这个当时台湾可能是不允许。那发放的过程到底资金的来源、管道等等，这可能是检调在查说是不是有中资介选的问题。那如果有，就可能涉及到国安法相关的法令。这个我觉得当然等待检调进一步的厘清。只是突然的大动作，当然我觉得大家也会哗然。但是在真相还没有出来之前，先不要把它说什么政治破坏、政治追杀，先把政治这个帽子扣上去，我觉得对司法也是不公平。我觉得就让子弹飞一会，先静观其变，看到时候到底高金素梅所牵涉的案子有多少。因为毕竟他从2001年担任立委到现在已经到2026年，足足25年，可以说是立法院非常资深的立委，所以这后面所牵扯的，我相信也会非常的多。我觉得了哈，就是说，因为现在在立法院会期中，要去搜索一个立委的住处以及国会办公室，是很大的事情，这非常严重的事情。你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能说先去查再找证据，你一定要证据已经非常清楚了，然后说因此我去搜索它，来这个加强我的证据而不是说去找证据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地检署必须要把话讲清楚的，不是只是模糊带过，可能这个到底是什么，让社会在猜测，对不对？浪费整个社会资源，这把事情讲对一个国会议员，对一般人也是一样。那尤其是一个受到瞩目的国会议员，尤其政治这么敏感的时候，尤其马上年底要选举的时候，对议员对他带来很多福权的议员，把话讲清楚，是地检署应该这个担起的责任，本来就应该讲清楚，否则他们猜过来猜过去，又搞个国安人员到底是怎样呢？那到底要干嘛呢？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为了化解朝野僵局了总统府说要5院院长查叙。然后呢，韩国瑜说，如果要我去，我会提出化这个反正就是化干戈为玉帛了，化这个为那个，化那个为这个，化大为小然后呢，小事化无，大事化小然后呢，这个逢凶化吉反正就是化嘛那总统府就说呢，要化旗舰为共识现在问题就是说，总统府现在反正大家早期就是说，你要通过预算，那问题是，你又不尊重立法院，也不跟在野党协商，要通过人事通过大法官，通过 NCC 委员，你总是这种东西是政治，我讲嘛，政治是可能的艺术，就是大家互让一步，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子哪有说我通通坚持自己的那所以呢，你要所以旗舰为共识，就是跟我一样才叫共识那你都不肯让步，理论上讲，资源最多的、权力最大的，应该让步最多才对嘛。他就是一步都不让那韩国瑜说总预算卡关，所以呢要面见赖总统，永远冲突对老百姓一点帮助都没有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希望韩国瑜的苦心不要被糟蹋了因为我们看立法院的民进党的书记长就开始骂了，说你韩国瑜没有什么作为，还想甩锅给赖清德，化什么解啊？你自己就可以化解了那所以联合报也说呢，这是一个和解的契机了。今
既然赖清德邀吴院长去查叙，不要只是做一个政治大秀，哦，结果什么都没达到。我们看一下，韩院长啊，一向就是心胸宽大、忧国忧民嘛。今年我相信韩院长他愿意接受这样子查叙啊的邀请，一样是本于忧国忧民啊的心胸。那也希望这一次我们的赖清德总统能够听得下韩院长衷心啊的建议，有一些冲突跟对立根本没有必要。哦，那你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去激化这个社会的对立跟冲突，对台湾社会来讲，真的不是好事啊。那我希望今年韩院长这样子的苦心不会再被糟蹋。来佩讲，我会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啦。老实说，那每个党团都有每个党团自己的考量。那从国民党党团的角度来看，韩院长讲出这番话是维持他一向的定调。从我们2024年上任，在国会改革之前，那党团聚餐的时候，韩院长就极力反对所谓的大罢免，极力反对所谓的朝野之间的对立。他预言那时候在2024年的4月就预言说，如果有大罢免，我们这1年的国政都会完全停摆，这样对国家不好，这样对台湾不好，对社会百姓不好。那到今天今天录影时间是2026年2月10号，也正如他所预料的，过去这1年整个国家是停摆的，很多民生问题没有解决，那国际外交情势老实说也是让人家看得心惊胆战。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那院长还是保持他一向的态度，去希望用话来去做化解冲突，来去化解纷争。那身为党团的干部，我当然是乐观其成。对于院长这样子愿意说对中华民国来去抛砖引玉，来去化解纠纷，但是老实说，我个人是认为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毕竟3读通过的法案本来就应该编列预算，毕竟很多的问题其实在野党只能做出监督，真正能解决民生问题的还是执政党。那我是期待说，这次的查叙有点像上次赵先生去立法院来去开这个新书发表会的时候，那时候柯建铭总召讲一句话啊，什么时候要续杯？那我们也期待续杯，但是很可惜的，这个续杯的主导权可能不在柯建铭总召身上，尤其是2月24号他们要重新选总召。那我比较期待说，这个续杯或许查叙会是个开启。这个大和解咖啡，我想不是只有国民党团、民众党团期待，我想全中华民国都期待这个大和解咖啡。阿正，主持人，这个不是第一次了。而且是搞得不伦不类。为什么？今天朝野的政情，如果你跟川普相比啊，其实是差不多，就是无法无天可以违宪，可以违法，可以不附属然后呢，表决的时候以民粹为导向，然后碰到两岸的时候就看谁是战狼，大概是这样所以呢，总统再撑下去，你刚才说总统要让步，我不同意这样的讲法。总统要回到正轨，对不对？你3党不过半，正轨才是正道。你什么让步？你讲他让步了，所以又化解了，那他好委屈他有让什么步？所以呢，他提这个议说大家来喝咖啡，是根据宪法嘛，就是说总统可以调和顶赖5院之间的问题，对不对？现在的问题不是5院之间的问题啊。所以你用那个条文也是错的，何况如果算可以的话，那5院其中有3个院是没有功能的，对不对？考试院没有功能，司法院是傀儡，那监察院是请病假不，现在已经不请了，现在辞职了，所以剩下1个院还有1个院是你自己的行政院长总统跟行政院的关系是自己所以剩下1个长。剩下1个院长，就韩国瑜你们2个不是经过面讲过话都可以这个用不到用那一条条文。今天的僵局在什么地方？在朝小野大你朝小野大，你总统不照朝小野大的规矩来办事，所以呢，今天总统如果有意识觉得说不行了，我这样再搞下去对国家不好，对我不好，国民党不好，对民进党不好，对大家都不好，
他应该干什么？他应该以党主席，他也是主席啊，他应该以党主席的身份邀请郑丽文，邀请黄国昌，这个才对啊，这是当事人呢，不是吴院院长呢，吴院长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现在只要那个民众党的主席、国民党的主席点头，跟你谈一些可以谈通的问题的话，事情就解决了。你找错人了，你啊3个没有用的，还有1个自己人的，你找谁呀？你告诉我。刚刚你说赖清德跟川普一样乱搞，行为都对，但是人家川普至少参众议院他是多数啊，对，你是赖清德你在立法院你是少数啊，少数还这样乱搞，川普很担心啊。他如果其中选举我变成少数，我就被弹劾了。他晓得他就被弹劾了。而且就算美国国会共和党在参众院都是多数，在野党背个他的联邦预算的时候，他也只好去谈呢。有些要退让还得退让啊。哪有民主哪有不退让？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民主集权可能都不能这样干，何况民主国家来分析。上次赵先生你在新书发表会的时候，我看所有的媒体的关键都放在那个大和解咖啡。当然，那是当年非常大的一件政治上面呢非常轰动的一件事。但我觉得大家不是因为当时轰动，而是觉得现在太需要啊。可是问题是，如果真的有把书看完的话啊，就会知道说，书里头的重点并不是咖啡，书里头的重点是因为当时失明的民进党的主席先倡议了一个大联合政府。所以他就创造了一个可以把极端意识形态先放到一边去，然后呢可以坐下来去谈民生议题合作的部分。所以关键点并不是在咖啡啊，咖啡是最后的结果，但是前面要去寻求一个更大范围的共识这件事情，其实呢需要很多的努力。所以前面的大和解的前面是大联合政府。那我们当然并不是说今天你赖清德要变成一个大联合政府，但刚刚2位其实都提到，其实现在所有的关键点就是朝小野大。可是朝小野大的情况之下，那么执政者不寻求跟在野党合作，而且要在所有的议题上面寻求如何栽赃在野党。就是所有的议题目标只有一个，我怎么样把这个过错推到在野党身上，然后我就觉得我是赢了。那各位，我们回头去看2024年5月20号到今天为止，请问一下，你觉得台湾目前的执政者做了什么事吗？一事无成的执政者，可是却能够洋洋得意，觉得他自己做对了事，觉得他的民调上升了。你真的觉得这是国家之福吗？对啊，凤馨他访问我，他把这个书都从头到尾看完了。明天早上才播出。对，明天上午他在698播出，这样很认真的看这书，我都吓一跳啊，看得这么仔细啊！继续再回来。好，因为呢，台湾的这个县市长，民进党当选的很少，大概就是什么嘉义县5个，对，台南、高雄、屏东、澎湖，对，没有啊。那澎湖不应该丢的啊，当时丢的都丢得很冤枉啊。好，那所以呢，民进党因为反正大部分都不自己执政嘛，所以他就很快就宣布哪里要选，就部署好了。那国民党就比较复杂了，有的是连任的没有问题，有的是任满了。那任满的话呢？没有竞争也没问题，有竞争那有什么方式来解决？那好，大家现在关心几个地方，其中新北是关心重，因为新北400万人口啊，这么大的地方啊。那说李四川跟侯友宜、李四川碰面了，因为呢他们有个里长，板桥市的一个里长在那边办一个餐会啊，所以见面了，而且呢2个人互相赞美，太好了。李川就我要侯友宜市政做得很好，我将来一定要跟他学。然后呢，侯友宜说我们当时同事彼此都很好，所以还不断咬耳朵媒体在看你们到底是2个都彼此不讲话，还是有亲热的交谈那本来呢，李世川跟刘和然说要见面，没见面结果李世川跟侯友宜反而意外同框。侯友宜说李世川是非常优秀的政务官。李世川干过什么呢？他干过新北的副市长。
干过韩国瑜高雄的副市长，干过蒋万安台北的副市长，干过国民党的秘书长，干过行政院的秘书长。他那个政治资历，我很少看到一个人政治资历这么完整的哈。那所以他是非常优秀的政务官啊，而且他很有魄力。因为我跟李书章私下有几次的这个谈话呢，我知道他非常有魄力啊。那什么时候要请辞台北市副市长，选新北？李书章说。辉达签约完会告知我的决定，好像辉达这几天，明天，这两天啊，明天就要签了啊。那李世川说侯友宜的政绩值得我学习哦，而且证明哦，证实明天要跟辉达签约，那签完以后，他大概动向就要决定了啊。那另外呢，黄国昌现在也希望选，也很认真哦，到处去市场啊，到处去拜票啊，去拉票。他说呢，他要拼蓝白的最大公约数。哦，勤跑新北的市场，哦，很认真的跑，哦，而且竞选办事处也成立了啊。那另外呢，民进党奸细到底怎样？王世坚说，我独来独往，还是一个人的派系，因为前阵他带了3个人去登记台北市议员嘛，哦，然后我说奸细产生，结果他说还是没有，然后呢还不跟高嘉瑜见，王不见王，高嘉瑜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有啦，那天我去登记，那世坚大哥他们刚好在楼上有个记者会，那我是10点半到，他们是10点，那所以我到的时候他们刚好还在，那记者就起哄，包括张茂南主委也在现场说，那要不要跟世坚大哥打个招呼啊？那我想说当然很好，所以我就想说世坚大哥他因为他在8楼，在7楼，想说他下来就会经过7楼，就在那边等。就他因为下来的时间比较久，还一直在开会，所以我就先去忙登记，然后他就先走了。刚好错过就是这样，不然的话我们平常都很麻吉的。好，那到底有没有奸细？王世坚说啊，我只是开玩笑了。从政我是求名不求利，这样名就好，不求利。奸细也是名啊，跟利有什么关系？看一下。立委王世坚出动车扫，帮自家办公室主任要接棒中山大同选区的赖俊汉冲刺选情。王世坚全力辅选子弟兵，在民进党台北市长人选还没有拍板的情况下，也是不少绿营新人的合体首选。近日，李四川跟新北市长侯友宜在板桥区的里长参选上碰头，还一起比赞拍照，气氛看似融洽。而侯友宜受访时也盛赞李四川是非常优秀的政务官，他对新北市政也相对的清楚跟认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事务官，所以里长们也对他都非常的欣赏。所以昨天的见面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也不足为奇啊。所以四川很认真，很优秀。国民党新北市长人选未定，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跟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到底谁会出现？2个人都有意愿。新北市党部主任黄世雄日前也透露，一定会在这个月15号之前决定人选，3月之后来进行蓝白整合。卸下立委职位后，黄国昌天天在新北趴造，这回锁定的是深蓝选区中和。我觉得在新北各个不同的区域当中，都有各的不同政党的支持者，倒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用政党彼此之间或谁抢谁的票这样的方式来加以解读。黄国昌带小鸡扫街拜票，力拼在国民党的新北市长人选尚未出炉前，先成为蓝白的最大公约数。其实我跟高嘉瑜同台，而且比邻而坐的机会很多。你看，我晓得她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女人，是一个好的政治人物，她的心实在比谁都好。但是我觉得有一段时间，王世坚跟高嘉瑜是好像默契，好像互动非常的好，我就觉得不太对，因为高嘉瑜真的是心中没有半滴就怀疑人家的心都没有。他一再推荐王世坚选市长，他的道理他讲白了，就是民进党在台北市只有王世坚是可以算是一个骑兵，他出来以后，他有他一定的号召力，带动小鸡也都渴望是王世坚，所以他是真心诚意的。那倒过来呢，这王世坚也推举他选市长，那我就觉得他讲这个话是没有言不由衷的了，虚情假意的啦，因为他是胡扯一通的啦。那我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这样，但是你等到他王世坚带着他的人去登记，也碰到他了，他就说你不是要选市长吗？你怎么下来选这个马脚，这个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真的不要他回国去选那个市议员，去跟他的人
相冲突，所以他要他去选这个市长是别有用心的。所以我在这里要向王世坚对我很好，他从来没有骂我，从来民进党一天到晚骂我，王世坚一句话都没有骂过，这倒是真的。因为我觉得他不好意思骂我，因为没有什么好骂的。没有什么好骂你可以很多人可以骂，什么没有什么好骂，好吧，继续。不，所以在这里我要因为时间不多了，我要正式给王世坚委员讲，你不要再吃高嘉瑜的豆腐。高嘉瑜是个好人，你如果良心还有的话，你就要尽量帮他顺利当选市议员。谢谢沈大佬，谢谢世坚大哥，我会继续努力，谢谢大家。你太圆满了反而就糟糕了。我觉得你这样搞，很多人看不懂啊，很多人认为你真的要捧那个高嘉瑜，但你不是真心的啊，不是真心的就不要胡扯。我讲白一点，沈大佬是真心的。替王世坚辩护一下，妈妈沈大佬。其实我跟世坚大哥，因为平常这个很多节日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常常一起吃饭，然后每天他都会赖就是早安啊什么的，所以平常也都有在聊天。那前几天还一起吃饭，所以我们私下互动频繁而且很多，所以当天我就想说我在那边跟他打个招呼，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可能当然就是各有派系的问题，或是种种，因为毕竟在政治上，将来还是在这个选区里面竞争。那我这个选区确实竞争非常激烈，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战况也是很紧急。那对我而言，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你没问题啦，你票很多了，其实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靠自己，勤走基层，因为毕竟我们陈大佬最清楚，在民进党里面没派系、没资源的人要参选，其实会面临很多的困难。那我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在民进党里面到现在都没有派系，可是一路从议员选到立委，虽然现在重新做人，再回来选议员，但我还是希望说跟大家都是好朋友，能够共同为台湾努力，这就是我们从政的目的嘛。你看李四川什么时候会宣布？李四川明天签完约之后，因为地方期盼营营，我觉得过年前宣布的机会应该是提高。而且郑丽文跟侯友宜都说农历年前应该要决定。李四川副市长他从来没有说他不选，是地方着急，可是他确实本人没有那么急，他觉得农历年前跟年后有什么差别，所以这一局其实新北市是很确定的。除非李四川没有意愿，或他拒绝，又或他民调已经往下掉了，以后不是最高的，这样才有可能有变局啊。他既然他民调一直都维持这么高，马上回答明天签下去以后，难道会掉吗？可能还更高吧，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就是这一局，我一直觉得这一局很明确的啦，就是李四川跟苏巧慧对拼。当然，可能对黄国昌主席来讲，我讲说他现在很努力，对，所以我不会说他不强，可是有一个比他更强了。那既然蓝白有要一起共推一组的这个状况之下的时候，就没有就是因为国民党没有人，所以这个黄国昌出来这个前提，那当然就是李四川。那至于这个王世坚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王世坚他是福利国出身，他原本算谢系，对，后来谢长廷之后就有点淡出，子弟兵就各自分散嘛，所以他自己都一直讲说，我是奸细，为什么奸细要抓出来啊？他觉得他是孤鸟啦，但他现在其实是阴系了。各位观众朋友，他这一次回到这个立法院之后，阴系，因为他跟庄瑞雄很好，所以他其实算阴系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他现在目前在台北市，大家想说哪一个不选市长的人可以到处6区嘛？台北市6区，他就挂了5区，有2个是比较资深的，3个新人他就带去登记。那当然他一直劝嘉瑜去选，可能也就是害怕在这个同一区当中的大家害怕嘉瑜的票太高以后，其他人会掉。可是他也要为他自己的那个选票的那个去努力啦。当一个候选人，大家都认为他票最高的时候，他就可能会落选。嘉瑜你要小心。我补充一句，李四川因为一个政治人物达到这种境界是不容易的。他为什么？他好像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我没有人要选我也无所谓。对，我不差这个，因为你刚才是一大堆的长他都当过了，但是他如果做了，他就尽力而为，所以呢，就不喜不忧，不惧不恨，什么都可以所以这个样子票就自然高，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对啊，李四川，我觉得其实去年的时候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已经松动了。那时候就觉得他当初曾经在国民党秘书长的时候劝人去选，然后劝得很辛苦，所以他自己一直觉得说，劝别人那么辛苦，那自己好像不应该拒绝别人，拒绝成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要他在农历年前呢就能够决定，有一点是我觉得新北市的国民党的小鸡很担心，因为黄国昌带着小鸡们其实都不
是黄国昌的问题，或者是李四川的问题，甚至于不是刘和然的问题，或者侯友宜的问题。因为呢，就这个市长的选举这个层级来讲，其实我觉得短期之内大家对于候选人的这个想法概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可是小鸡需要母鸡带，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小鸡要比母鸡更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实在不觉得台中市长要拖到3月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拖到3月太久了，对，太过分了，太久了。这场选举目前看起来是小鸡在决定母鸡什么时候下来，小鸡比较焦虑。那很明显的嘛，台北市最强的。在绿营来讲，台北市最强的母鸡就是王世坚。那很可惜的，他自己目前没有意愿。但是说真的，不管是郑丽君还是其他人也好，除非蔡英文自己下来选，不然不会有比王世坚更强的母鸡。那新